5月15日，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，凯文沃什正式接棒。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，新主席上任，美股是不是要升？降息是不是快来了？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。因为沃什接棒的同一时间，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一度贴近，甚至升穿5%，这不是普通数字，这是债市在说，我可以借钱给你30年，但你要给我更高利息，因为我不完全相信你可以长期控制通胀。更麻烦的是，美国4月 PPI 都明显高过市场预期，背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伊战争推高油价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，能源和物流成本开始向整个供应链扩散。其实从去年底开始，市场已经不是在幻想很快大幅降息，而是在讨论降息步伐会不会变慢。现在 PPI 和油价再往上推，就等于在这个问题上再加一层压力，不是降息快不快，而是还能不能顺利降。市场甚至开始重新定价，今年不但降息空间变得更小，重新升息一次的几率也被推高到大约50%。我在投资市场30多年，最怕看到的不是单一新闻，而是几个危险信号同时出现。美联储换主席，市场要重新理解规则；美伊战争推高能源和物流成本，通胀有重新升温的风险。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，债市未必相信通胀已经受控。特朗普又一直要求降息，美联储独立性会不会被政治压力影响，也成为市场焦点。这4件事加起来，才是这支影片真正要讲的重点。不是沃什上任，美股一定升，也不是美股一定跌，而是接下来全世界资产都要回答同一个问题：美元资金的规则会不会改变？如果你有看我们之前的影片，你会知道，我当时已经提醒大家，真正麻烦的不是单纯通胀，也不是单纯经济放慢，而是2件事一起来，也就是滞胀风险。接下来我会带你看清楚3件事：第一，利率到底在影响什么；第二，沃什接棒之后，市场真正担心的是什么；第三，普通投资者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判断框架。这可能是今年下半年影响美股、美元、美债和黄金最重要的一条主线。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先讲最核心的一件事：美联储换主席本身不是股市升跌开关，真正重要的是市场会重新判断未来利率路径。利率不用想得太复杂，你今天借100元，1年后要还105元，多出来那5元就是你借钱的成本，这个成本有多高，就是利率。所以利率不是遥远的宏观名词，对普通人来说，它影响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；对公司来说，它影响借钱扩张的成本；对政府来说，它影响发债要付多少利息；对股票来说，它影响估值。尤其是科技股、成长股，市场买的是未来很多年的盈利，借钱便宜，大家比较愿意为未来付高价，借钱变贵，市场就会开始问这家公司现在到底有没有现金流。所以每次美联储议息，表面上是在改一个数字，实际上是在问同一件事：接下来全世界用美元借钱会变便宜还是变贵？而这次问题更复杂，因为短期利率美联储可以影响，但是10年期、30年期美债殖利率是市场用真金白银投票。如果美联储想降息，但是长债收益率仍然高，代表市场可能不相信通胀已经受控，也可能担心美国财政、期限溢价，甚至央行信用。接着看第2个信号，通胀。这里大家要分清楚，市场不是只看一个数字，它会看一组通胀数据。CPI 是消费者物价，反映普通人买东西时感受到的价格。PCE 是美联储很重视的通胀指标，因为它更贴近整体消费开支。PPI 是生产者物价，可以简单理解为企业端供应链上游的成本压力。这次4月 PPI 年增 6.0%， 核心 PPI 年增 5.2%， 明显高过预期，背后又碰上美伊战争推高油价和物流成本，这就不是普通的需求太旺，这比较像成本推升型通胀。我之前讲滞胀的时候已经提醒过大家，最麻烦的通胀不一定是大家太有钱太想消费，最麻烦的是供给端出问题。
油价上升，运输变贵，供应链受阻，企业成本上升。但是同一时间，如果消费者信心转弱，经济增长放慢，那你就会看到一个很难处理的局面，物价压力还在，但是经济动力开始变弱，这就是滞胀风险。不是说现在已经完全进入1970年代那种滞胀，我们不能乱下结论，但是这个可能性值得高度警惕，因为一旦市场开始相信通胀不是短暂的，降息步伐就很难快。如果美联储在这种时候太急着降息，市场可能会问你是不是为了政治压力不管通胀了。这就是沃什上任第一局最难的地方。现在回到沃什这个人，市场很喜欢问他是鹰派还是鸽派。鸽派就是比较愿意宽松，愿意降息；鹰派就是比较重视通胀，比较愿意维持高利率。但是真正的世界没有那么简单。沃什不是完全没有美联储经验的人，他曾经在2006到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，也做过摩根士丹利高层，做过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经济顾问，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参与过美联储决策。简单来说，他不是纯学院派象牙塔里面的人，他是比较市场派，金融市场背景比较重的人。市场一般会觉得他比较重视通胀，重视美联储信誉，也比较重视央行不要什么都管。他过去也批评过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太大，认为央行应该回到核心任务。但是同时，他近期也主张降低政策利率和缩小资产负债表。所以你不能简单说他就是鹰派，也不能简单说他就是鸽派，真正要看的是他的决策框架。如果通胀已经下来，经济又明显转弱，经过各种数据分析，深思熟虑后是可以宣布降息，因为那是根据数据降，不是乱降。但是如果通胀还黏住，就业又没有明显恶化，偿债又不配合，一个主席就算想支持经济，也不能随便放水。大家要记住一句话，市场最怕的不一定是高利率，市场最怕的是政策没有章法。今天为了股市升就降息，明天为了汇率跌又转口风，后天为了政治压力又改方向，这样市场会很辛苦，因为你不知道央行到底用什么原则做决定。所以沃什上任后，市场真正看的是什么？不是他第一天讲什么口号，而是他怎样回答4个问题：通胀重新升温，他怎样处理就业转弱，他怎样平衡特朗普要求降息，他怎样维持美联储独立性。常在市场不相信他怎样重新建立信任，这4个问题比他是鹰派还是鸽派重要得多。鲍威尔在任的时候，特朗普多次公开希望美联储降息，这不难理解。低利率短期内对经济、楼市、股市、政府融资压力都有刺激作用，但问题是，美联储的核心任务不是服务总统，不是服务股市，也不是让某一届政府得到更多选票。它的货币政策任务是追求最大就业、物价稳定以及适度的长期利率。一般人常常把前2个叫做双重使命，就业和通胀。所以美联储的工作任务里面没有一条叫做听白宫的话。这个制度设计很重要，因为如果央行完全听政治人物的话，政治人物永远都会想要低利率。低利率短期看起来很开心，股市升，楼市升，政府借钱也便宜。但是如果通胀失控，最后买单的是普通人，是存款被通胀吃掉的人，是生活成本一直上升的人。所以总统可以喊降息，市场也会听到政治压力，而市场真正会问的是美联储还是不是那个守门人。这次美伊战争把问题变得更尖锐。如果油价和物流成本只是短暂上升，美联储可以等一等，看它慢慢消退。但是如果能源成本持续维持高位，企业又把成本转嫁出去，批发端通胀就有机会传到消费端，到时美联储面对的就是滞胀风险。物价压力还在，但消费和经济信心开始转弱。这种环境最难处理，因为你降息怕通胀再起，你不降息又怕经济和就业受压。这就像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复杂病人，病人说我很痛，你能不能立刻打止痛针？可以。但如果病人同时有发炎、感染、血压不稳，你不能只看痛不痛。央行也是一样，降息可以止痛，但如果通胀和债市信任没有处理好，
止痛药吃多了可能会有副作用。那历任美联储主席交接，美股表现到底怎样？你看，格林斯潘1987年8月上任，2个多月后就遇到黑色星期一，道指单日大跌22.6%。如果只看主席交接表，你会觉得换主席很恐怖，但那次下跌背后有估值、城市交易、流动性和市场结构问题，不是因为格林斯潘刚好坐上主席位置，市场就崩。再看伯南克，他2006年接手的时候，美股没有马上崩，真正的次贷压力是后面慢慢浮出来。主席上任，股市进入牛市，不代表他创造了牛市；主席遇到危机，也不代表危机就是他一个人造成。耶伦接任就相对平稳，因为他和伯南克之间有政策延续性。鲍威尔2018年上任，那一年标普500出现过接近20%的最大回撤，但如果你看全年点对点，又不是很多人记忆中那种单边崩盘。所以历任主席交接的数据可以参考，但要懂得怎样参考。不是问这个主席上任后1个月、3个月、半年美股升了多少，而是问他接手的时候市场原本处于什么位置，通胀是在上升还是在回落，美股估值是便宜还是已经很贵，偿债市场是信任央行还是在要求更高补偿，他和上一任主席之间是政策延续还是突然转向。市场会同时看沃什跟鲍威尔的政策连续性，美股估值位置，油价会不会继续推高通胀，以及美联储独立性会不会被政治压力影响，这才是用历史去预判新主席的正确方法。讲到这里，大家要小心，市场一旦进入美联储换主席、降息预期反复、偿债高企、战争推高通胀这种环境，散户最容易犯3个错。第一个错是看到降息就追高，很多人以为降息等于股市一定升，但其实要看这是软着陆式降息还是硬着陆式降息。如果通胀慢慢回落，就业只是温和放慢，美联储顺势降息，这叫软着陆，市场通常会比较舒服，因为它代表经济只是换挡，不是失控。但是如果是失业突然恶化，企业盈利下修，金融市场出现压力，美联储被迫快速降息，那就是硬着陆式救火。同样是降息，前者可能支持估值，后者反而可能代表经济出事。第二个错是以为美债一定安全，很多人听到美债就觉得是无风险资产，但是如果你买的是长期债券，而长期收益率继续上升，债券价格一样可以跌得很痛。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，债券不是没有风险，它只是风险的形状不一样。第3个错是只看主席说了什么，不看市场用钱投票。主席可以说会维持独立，可以说会根据数据，可以说会控制通胀，但市场信不信要看偿债收益率、美元、黄金、股市宽度，这些是真金白银投票出来的结果。所以我不会在这里跟大家说沃什上任美股一定升或者一定跌，这种话很容易吸引眼球，但是不负责任。你要做的不是赌方向，而是看3组信号。第一，通胀和就业。如果通胀黏住不下来，美联储很难很快放松，但如果失业开始明显上升，美联储又会被迫救经济，两边拉扯才是市场最难的地方。第二，长债和黄金。如果短息想降，但是10年期、30年期美债收益率仍然高，代表市场未必相信通胀、财政或者美联储信用已经没问题。如果黄金同时转强，也可能是资金在买保险，不一定只是炒作。第三，企业价值和安全边际。我更关心的是，你买的到底是不是一门好生意？这家公司有没有长期盈利能力？有没有护城河？管理层是否可靠？负债会不会在高利率环境下变成压力？最重要的是，价格有没有给你安全边际？因为再好的公司，如果你用太贵的价格买，回报一样会被估值压缩。或许听到这里，你会觉得很悲观，又是美联储换主席，又是政治压力，又是美伊战争，又是偿债接近5%。但请记住，市场最危险的时候，往往也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时候，不是因为危机本身值得高兴，
而是因为大部分人看到新闻只会恐慌，少部分人会开始调整自己的系统。所以在沃什接棒之后，我觉得大家要重新检查自己的投资组合，不是叫你今天听完就全部卖掉，也不是叫你今天听完就全部买黄金，而是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如果偿债收益率继续高企，我的股票估值能不能承受？第二，如果美元和美债信任受到考验，我有没有一些资产可以对冲？第三，如果市场先因为降息预期大升，然后又因为通胀和偿债反弹而反转，我会不会被情绪带着跑？这里面不是叫你一定买什么，也不是叫你一定卖什么，而是要分清楚3种资产的角色。成长股和科技股最需要看利率和估值，黄金更多是对美元、通胀和央行信用的保险。有现金流、有定价权、负债可控的公司，是你在混乱环境里要特别留意的防守型核心。投资是你要有一套框架，知道新闻应该放在哪里。主席换人是人事新闻 ，PPI 和油价是通胀信号，偿债收益率是市场信任。你如果没有系统，今天听这个升，明天听那个跌，最后就会被市场牵着走。所以，投资真正要补的不是更多消息，而是判断消息的能力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 GMT 会员计划。GMT 不是爆牌群，不是保证回报，也不是叫你盲目跟单。GMT 是每周5香港时间晚上7点，大家一起把市场拆开来看，看宏观周期，看利率，看美元和美债，看黄金，看行业，看公司基本面，也配合技术面和市场心理。在现在这种环境下，你最需要训练的不是每天猜沃什下一句话会说什么，你要训练的是3种能力。第一，看到一条宏观新闻，知道它影响的是利率、估值、盈利还是情绪。第二，看到市场大升大跌，不是第一时间恐慌，而是先看信号，偿债、美元、黄金、行业宽度有没有确认。第三，建立自己的投资节奏，不是每天被市场拉着走。很多散户不是输在没有看新闻，是输在每一条新闻都当成买卖指令，看到降息就追高，看到主席一句话就恐慌，看到指数跌就卖好公司，看到热门板块又去接火棒，这就是冤枉钱。投资最贵的学费，很多时候不是会员费，是一次错误决定，高位接火棒，低位卖好公司。因为一条新闻改完整个策略，这些才是真正的代价。如果你不想每次美联储开会都心惊胆跳，不想看了很多内容，还是不知道怎样落地，就可以点击资讯栏了解 GMT 会员计划。最后，今天这支影片我们总结3句话：第一，美联储换主席不只是换人，而是市场要重新判断降息路径和美元资金的规则。第二，沃什上任之后，市场最怕的不是他鹰派还是鸽派，而是美联储在政治压力、战争推高的通胀风险和债市信任之间能不能保持清楚的规则。第三，普通投资者真正要补的不是更多新闻，而是一套判断利率、偿债、美元、黄金、滞胀风险、行业和企业现金流的系统。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今年会降多少次息？你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来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上传视频的通知了。我们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通过实事来简单化的讲给你听。也请你把今天的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关心投资的朋友，让更多人看到。我们下条影片再见。